大家好，我是吴一，今天来聊聊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明明知道看书很重要，却控制不住的刷手机；明明只想刷5分钟的视频，结果莫名其妙的1个小时就过去了；明明知道运动健身很重要，可是刚运动了2天就没有下文了；明明想要早睡早起，却总是晚上不愿睡，早上起不来；明明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可是一天到晚都围着一堆琐事打转。为什么我们总感觉自己的行为不受大脑的控制呢？自己的行动和想法总是南辕北辙。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如果你想做出改变，不想要再继续浑浑噩噩的生活下去，后面的几期视频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人类大脑的进化和生物的进化是分不开的。起初，地球上是没有生命的。几十亿年前，远古的海洋中出现了一些叫做复制子的东西，这是 DNA 能够进行独立复制的最小单元。在进化的推动下，地球上逐渐出现了单细胞生物，随后又出现了微生物、植物、鱼类等等。在这个时候，动物的活动范围还是在海里。直到 3.6 亿年前，动物们开始向陆地进军，地球也随后进入了爬行动物的时代。为了适应陆地上的生活，爬行动物演化出了新的脑区，我们把这个脑区叫做本能脑。本能脑的结构很简单，只是一个原始的反射模块，比如遇到危险就逃跑，遇到猎物就攻击，遇到异性就求偶。爬行动物没有情感和理智，甚至不能调节体温，但靠着这种简单的本能反应，爬行动物成功的在陆地上生存了下来。到了大约2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哺乳动物。哺乳动物不仅能让体温保持恒定，还进化出了一个独特的脑区——情绪脑。有了情绪的加持，哺乳动物可以趋利避害，比如用恐惧让自己远离天敌，让兴奋让自己专注捕猎，用愉悦让自己维持亲密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把猫啊狗啊当作宠物，因为它们会和我们产生感情上的交流。直到250万年前，人类才从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在大脑的前额区进化出了新皮层。这个新皮层在7万年前才真正成型，成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脑区——理智脑。人类因此得以发展出了语言、艺术、科学和现代文明。人类虽然拥有了理智脑的加持，而获得了强大的思考能力，可问题是理智脑只负责决策和思考，而不负责行动。负责行动的是本能脑和情绪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行为大相径庭。可既然理智脑更高级，为什么我们的理智却经常战胜不了我们的本能和情绪呢？首先，从进化的时间上来讲，我们发现理智脑的进化时间相对于本能脑和情绪脑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就好像是公司里新来的年轻管理人员，有时候管不住公司里的老员工一样。其次，从人体发育角度出发，人的本能脑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比较完善了，情绪脑要到青春期早期才趋于完善，而理智脑要到20岁左右才基本发育成熟。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比较容易冲动。另外，大脑中有大约860亿个神经元细胞，其中本能脑和情绪脑占到了接近80%，而且它们距离心脏更近，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优先得到供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极度紧张时，会感到大脑一片空白，这其实就是前额区的理智脑缺血了。最后，从运行效率上来看，本能脑和情绪脑虽然更低级，但是它们掌握着我们的潜意识和生理系统，掌握着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其运行速度可以达到1100万次每秒，而理智脑只有区区的40次每秒。而且理智脑极其耗能，很多时候我们控制不住情绪，也是因为情绪脑相对于理智脑反应太快了，理智脑都还没来得及思考，情绪脑就已经带着肾上腺素冲上去了。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理智脑无论是从进化时间、成熟的年龄，还是神经元的数量、运行效率以及能耗，都远远不是本能脑和情绪脑的对手。这恰恰也说明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不受我们的主观意识的控制。我们想要改变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认为不自律是因为自己的自制力不强。我们的本能脑和情绪脑经过了数亿年的进化，生存的本能早已经被刻进了基因里。为了生存，它们必须对危险迅速做出反应，面对食物及时享受，并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损耗。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调用理智脑是极其耗能的一件事情，这也就造成了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天性都是目光短浅、及时享乐、害怕不确定性的。这放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就表现为避难趋易、急于求成、规避风险，总是喜欢在舒适圈里打转，并且希望努力能够立刻得到回报。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需要克服这些天性。可是我刚才也讲到了，本能脑和情绪脑相对于理智脑太过于强大，想要靠我们的意志力直接和他们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比较科学的办法是和他们和平相处，和他们沟通，不要试图和他们作对，而是通过激励让他们为我们所用。本能脑和情绪脑就像在公司里工作了很多年的基层员工，熟悉业务，但基本上都是流水线上的工作。理智脑像是公司里新来的年轻高管，有才华有远见，但是由于是新来的，没有威信，做出的决策经常被基层员工无视。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明明知道做什么是对的，可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过好在理智脑也像肌肉一样，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通过正确的方法，我们的理智脑也可以被锻炼得越来越强大。理智脑强大的人有几个重要的特质：一、目光长远，能够主动地走出舒适圈；二、愿意为潜在的收益延迟满足；三、保持耐心，能够坚持做那些短期内看不到效果的事情；四、抵制诱惑，在面对舒适和娱乐时，能够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择。事实上，让理智脑变强大，并不意味着要抹杀本能脑和情绪脑，事实上也抹杀不了，它们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本能脑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情绪脑强大的行动能力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很多时候，我们的成功是需要一些冲动的，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完全想明白以后才去做。就像公司里的领导和员工一样，好的领导不是和员工对抗，更不能替代员工去替员工做事情，而是相互平衡，各司其职，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把活给干了。虽然为了生存，数亿年的进化使我们的天性变得避难趋易，急于求成，但是我们的本能脑和情绪脑并不总是拒绝做困难的事情。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喜欢打游戏，要知道打游戏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要想打得好更是需要大量练习的，可是玩起来就是让人停不下来。同样的道理，喜欢健身的人难道就不怕累吗？当然也是累的，可是他们掌握了正确的奖励机制，享受着身材慢慢变好的快乐。所以千万不要拿我们的意志力和我们的本能作对，找对了方法，成长也可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现在有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叫非物质成瘾性研究，专门研究什么机制可以让游戏保持热度，让玩家一直玩下去。游戏宅男们都知道，本来只想玩一局游戏来着，但是不知不觉就玩了个通宵。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没少通宵打游戏，可为啥这些游戏这么厉害呢？其实道理也不复杂，游戏开发人员仔细研究了人类大脑运行的底层逻辑。我们的本能脑和情绪脑好逸恶劳，喜欢及时享受，对短期刺激非常敏感。所以无论是游戏还是电影，甚至是网络小说，都要签字一个小高潮。也就是说，网络文学每1000个字就要设计出一个刺激的桥段来，纯粹的平铺直叙，没有人看。电影也是一样，3分钟一个小高潮，游戏基本上也遵循这个逻辑。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卡、大 boss、小 boss 之类的元素。懂了这个逻辑，大家就知道为什么看电影很爽，看网络小说很爽，打游戏很爽，而教科书却让人感到非常的无聊。同样的逻辑在学习中也一样行得通。学习很辛苦，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人是享受学习的。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我们同样可以在学习和成长中感到快乐。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虽然都是理论没有方法，但是这些理论都是我们大脑运行的底层逻辑，对理解后面的方法非常重要。后面的节目将主要着重讲方法和实践。我是吴一，我们下期再见。